靓仔，靓仔，看看这一杆低杆是不是帅炸了？一看就是个高手，别人打低杆回老远了，而你呢，用尽力气也就回来2颗。主要有3个原因，视频结尾有具体的训练方法。先说第一点，出杆点位不一致，明明瞄的是低杆点位，可是一出杆其实打在了中杆的点位上，俗称压大臂，就是在出杆时大臂提前下压，导致杆头上调。第二点，对应压大臂的错误动作就是提大臂摁杆头，这种情况偶尔会打出低杆效果，但是有时候强烈，有时候比较弱，更多的时候是容易把白球踩飞。第三点，出杆没速度，整个动作软绵绵的，就算你打在低杆的点位上，一样拉不回来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出杆速度又快，打点又精准呢？按照这3个步骤坚持训练，就算耶稣来了也拦不住你的低杆。第一步，平顺度训练，在白球旁边进行空杆训练，手架尽量放平，杆头调到距离台面1毫米的位置，下巴轻微压住球杆，向后缓慢回杆，不断协调大臂的高度，使球杆始终保持与下巴亲贴的状态，直到球杆能非常匀速的从最前到最后，再从最后到最前。接着第二步，打点训练，将杆头尽量接近白球，瞄准好低杆的点位后缓慢回杆，接着匀速推出来，在末端加一点点速度，小力的定住白球，因为小力击打更容易看得清杆头到底打在了白球哪里，直到每次杆头的打点开始变得精准。第三步，加速训练，力的加速是需要支点的，当球杆回到最后方时，稍稍把球杆拖出来一点点，手肘会微微的向上提高，此时停在这个高度，用点力锁定好手肘这个支点，小臂开始畅快的向前加速，就像刚刚被释放的弹簧一样弹出去，这样打出的低杆可真是赏心悦目啊！下课。靓仔，想打好台球，一定得熟悉各种杆法，才能控制得了母球。通过回收伸直手指来调整击球点高低，实现各种杆法的效果。中杆击打母球中心点都属于中杆，俗称为钝杆。高杆击打母球上半部分都属于高杆，母球就会向前旋转。低杆击打母球下半部分都属于低杆，出杆速度快，母球就会向后旋转。加赛时的瞄准比较困难，我们可以瞄准1、2、3，分别对应目标球的1、2、3。当瞄1打1的时候，旋转会比较弱。随着杆头离球心越远，旋转就越强。如果特别大力的时候，瞄3打3是打不进的。那么就需要瞄在母球2的位置去打3，才可以打出大力的加赛球。杆法就是通过不同的点位和力量来控制母球的位置。大家平时可以多训练这几个球型，来提升杆法使用的熟练度。长台定杆，中低点位，中等力量；短台定杆，中低点位，小力量；低杆横台，低杆点位，中等力量；中杆两库，中杆点位，中等力量；高杆两库，高杆点位，中等力量。下课。靓仔，想要提升台球技术，必须突破的一道坎就是大角度薄球。通常这种球啊，不是打厚了，就是打薄了。每次在瞄球的时候，心里都会发虚，找不到进球点。大家先来看一下这种小角度球，袋口的容错空间比较大，趴下时都是以袋口中心作为目标点，即使打空一点也能进，打左边袋角同样也能进。可换成大角度薄球时，很多人还会以袋口中心作为瞄准点，结果一定就是打厚了。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，当我们对着袋口中心去瞄准时，由于台球是有体积的，边缘会因为蹭到库边而打不进。我们再换到目标球运动方向的视角上来看一下，袋口中心已经几乎一半被阻挡住了，所以实际的进球点在右侧的袋角上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杆慢动作，再来看一下这个视角，你看目标球是不是蹭着袋角进去的？第二，关于力量和杆法，其实任何杆法都能打得进，主要是看你这杆需要怎么校位。像这一杆的话，就需要用低杆减速，用右塞来校右边的黑球。但对于新手而言，尽量去使用中杆或者中高杆进行击打，力量一般用中力就可以了，会比较容易进。因为台泥有顺力毛，如果小力低杆的话，则对进球点的精确度要求非常高，新手往往后手不稳，如果不小心打在了右塞，白球会带着一点点弧线，而导致目标球打不进。所以在出杆不稳之前，反而用中杆力大一些，更容易进球。下课。靓仔，这个防守规则，追分高手都在用。
击打目标球时，打到球之后，一定要有球碰到库边一次才不算犯规。目标球不碰库，白球碰库不犯规，或者其他球碰库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白球先碰库，再碰目标球，之后没有球碰库边，犯规。遇到这种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轻贴黑球防守，但这样的防守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，因为对手可以像这样打黑八的薄边，将白球放到上方去，这样我们又变得被动了。所以在碰到这种球型时，我们应该先采取打薄边的防守方式，这样就可以先占据主动权了。再看看这个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这样防守，轻推做一个斯诺克挡住黑八，但这种防守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如果对手直接一库勾黑八，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了。所以这个球更稳妥的防守方式是用左塞击打左侧薄边，吃3库挡在黑八前面，同时白球也会吃3库跑到球台上方，这样让对手既没有进攻的机会，防守也会有难度。下课。靓仔，台球总是打不好，是因为你没有学过这几个台球小技巧。技巧1，像这种带口球击打进球点的话，很容易弹出来。以后遇到这种球，你就这么打，用中杆瞄准目标球正中间，小力击打就可以进球了。技巧2，遇到这种白球被带脚挡住的情况，正常瞄准，白球线路会偏，那么可以抬高手架和后手，瞄准带口的位置，出杆短而干脆，即可进球。技巧3，实战中遇到这种球，直接传带口球进球点的话，下一颗球停的位置不理想。正确的是，在瞄准的时候稍微瞄偏带口一点，即可将下一个红球停在带口。运气好的话，也可以双向。技巧4，目标球被对手的球防守住了，打不掉，可以瞄准带口死板于库边的边缘，中杆击打就可以进球。技巧5，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守住了，直接打会先碰到3号球造成犯规，那么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就不会犯规。技巧6，像这种2颗球连线对准带脚，正常击打是打不进的，但只要小力打在3号球的左侧，就可以把1号打进。技巧7，遇到这种角度较大的贴库球，中杆击打进球率低，那么可以先用中杆瞄准好进球点，然后白球加一点点靠带口方向的旋转，这样可以提高进球率。技巧8，白球与目标球同时贴库边，中杆击打进球率非常低，那么白球可以加靠库边方向的旋转，大力轻推，让白球贴着库边走，这样可以提升进球率。技巧9，翻带测量方法，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带口中心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用中杆中力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10，目标球被障碍球挡住了，扎杆弧线难度太大，可以小力一推，然后球杆往右这么一撇即可进球。下课。靓仔，白球上方一共有9个击球点位，对应红球9个瞄准点位。看不清数字的靓仔，请双指点击屏幕放大。瞄5打5，白球会定住；瞄2打2，白球向前跟进；瞄8打8，白球向后退回；瞄4打4，白球向左旋转；瞄6打6，白球向右旋转；瞄1打1，白球向前并带有左旋转；瞄3打3，白球向前并带有右旋转；瞄7打7，白球向后并带有左旋转；瞄9打9，白球向后并带有右旋转。然后这只是新手入门的短距离直线球而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杆球的慢动作，初始击打的位置是母球的下方，用小力量打，看看长距离摩擦力的情况下，这颗球的旋转状态会如何变化。第一阶段，白球会先向后旋转，随着后旋转逐渐减弱，在第2阶段，白球开始平移，继续和摩擦力的作用，在第3阶段开始向前滚动。如果在第1阶段的范围内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球就会向后退；在第2阶段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定住；在第3阶段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。如果你想在第3阶段时还想让白球能够向后退回，就必须加大力量来延长白球后旋转所走的距离，使它撞击到目标球时还能够有足够的后旋转。靓仔，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